从这里通向纽约州议会大厦的台阶有77级，含义是纽约州是在1777年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台前还有一个有趣的事，说西奥多·罗斯福担任州长时，喜欢飞快地登上台阶，只有那些能跟得上的记者才能获得些独家新闻。进入大厦就是纽约州议会和州长办公的场所。议会是由参议会和众议会组成，众议会有150位议员，参议会有63位议员，各自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在这里，每年大约有14000件提案交到议会，其中2000件进入讨论程序，最终约有800件形成法律。2023年编号为 A1275 的众议会提案和 S2531 的参议会提案列入了议会议程。这两项提案建议将农历新年作为全州的公共假日写入法律。达克最近有机会到州议会参加了支持议案的请愿集会，如果立法成功，算是亲历了历史。州议会大厦常年对外开放，通过安检就可以随意在大楼内部很多地方参观，不能进入的只有办公室。达克稍后会做一期视频详细介绍纽约的议会大厦。大厦从1867年动工，历时32年，于1899年完成。大厦完工不久，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来参观，并发表了演说。1901年1月17日的《纽约时报》报道，前一天伍廷芳在纽约州议会发表演说，他表达了对州议会民主制度的赞赏。伍廷芳说，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度，但老者可以向年轻人学习，比如民主制度，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当然，他认为在民众就国家事务能发表意见之前，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作为清朝的政府官员，能如此坦率说出这般言论，是与伍廷芳自身的阅历和学识密不可分。中国近代史上，伍廷芳是第一位取得外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是第一位办中文报纸的人。李鸿章曾和他人开价6000两黄金的年薪聘用伍廷芳，结果也没有办成。伍廷芳曾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内担任多国公使、外交部长、广东省长，甚至一度代理临时大总统。伍廷芳在英国完成法学教育，利用自己的法学知识，先在香港法院和议会供职。1882年起，伍廷芳北上开始担任官职，并参加了当时清政府与列强一系列的条约拟定。虽然都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作为一介书生，只能在屈辱的条件下尽量争取一丝利益。这个差事自然不好做。1901年时，伍廷芳担任驻美公使，期间与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成为朋友，并让罗斯福总统喜欢上了中国的花雕酒，以致专门到伍廷芳的府上讨酒喝。罗斯福总统对伍廷芳的才能给予很高评价。后来也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对前辈大加称赞。胡适说，伍廷芳在海外做外交官时，全靠他的古怪行为和古怪议论压倒了洋人的气焰，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个弱国的代表受到许多外人的敬重。伍廷芳还拜访过发明家爱迪生。1909年12月24日，他见到了爱迪生，并邀请爱迪生访华，许诺会以燕窝汤招待。爱迪生接受了邀请，并说，我一定会早日动身，观看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明。爱迪生还用自己的发明留声机给伍廷芳录下了一段讲话。伍廷芳在任时也是美国排华法案实行之际，伍廷芳利用各种场合交涉和抗议，不过他一次次的努力均没有结果，这也印证了弱国无外交的老话。与今天华人活跃在美国经济各个领域不同，19世纪华人在美国安身立命的行业很少。1885年6月21日出版的《纽约论坛报》一则报道称，在纽约市的华人中有4500位洗衣工、300位烟卷工人、200位水手，还有300人失业和100位商人。直到1950年左右，
超过60%的纽约华人从事的还是洗衣店工作。1899年1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奥本尼议会收到提案，要求对每家洗衣店的经营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具体说，要求从业者给顾客提供详尽的用英文书写的收据，包括收到的数量和种类。如果违反，第一次罚款10美元，第二次20美元，3次以后的罚金为50美元。此后在2月、3月都有更新的消息，报道州议会将举行听证会，但法案没有通过。1906年，一位叫奈利的美国人与纽约市一位华人洗衣店发生纠纷，奈利因为经济上受到损失，来到奥本尼议会递交了类似的法案提议。奈利的提案甚至得到了曾任州长和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打来电报支持。不知为何原因，直到1925年还有报道州议会讨论洗衣液的提案，而提案的内容都是要求洗衣店在收到客户衣服后出具一张明确的收据。因为当时的华人懂得英文书写的还不是很多，开具收据多少有些为难他们，最终没有资料显示通过了这个对华人来说比较不利的法案。洗衣店的经营并不轻松，经常会被当地人袭击。1900年7月，纽约论坛报报道，一群年轻人袭击了位于53街和9大街路口的一家华人洗衣店。报道称，洗衣店的玻璃被打碎，店里的工人东躲西藏，而警察根本没有到现场，更没有人受到惩罚。该报另一则新闻称，在纽约市有段时期，袭击华人洗衣店是一项很流行的娱乐活动。2023年2月2日，纽约市议会全体议员大会以49票通过农历新年决议案，让农历新年成为纽约市的法定节日。这对纽约市所有亚裔来说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刻。虽然早在2015年，当时的纽约市长就已经宣布学校可以在农历新年放假1天，但没有立法依据。此后2个农历新年都在周末，纽约市教育局也并没有给学生安排补休。第一个确立农历新年为法定节日的是加州，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于2022年9月29日签署法律，正式将春节列入加州的法定节日，使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将农历新年作为法定节日的州。作为亚裔族群仅次于加州的纽约州，在立法上也积极跟进。2023年，在参议会和众议会都有议员提出了议案，并开始进入了运作程序。其实，农历新年成为法定假日在文化上的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比如加州立法规定，假日适用的公众主要是州雇员和公立学校，即使是州里雇员，也要用过去个人休假的8小时置换春节休息的8小时，假期并没有增加。公立学校则可以给学生放假1天，在一般的公司和企业则自主决定是否放假。网上讨论的结果是，学校放假，孩子在家，至少有合理的理由向公司请假，全家一起欢度春节。从纽约州立法程序看，将议案最终变成立法，农历春节的提案算是刚刚启动，还有很长的路在前面。能参与其中的一个小环节，还是值得给自己点个赞。Stay holiday!